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！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。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第2季开播了。上一季我从天上掉进了兽室，差点就被巫毒扇，差点就被拖上祭坛，结果阴差阳错，就定来自觉醒了天宫之力。我带着这帮兽人搞基建、修城墙、扛兽槽，最后硬生生在荒原上建起了第1座城。可城市建起来了，接下来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人在兽室，先修城墙。赢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高兴的太早了。外墙承重结构，大面积清损。右侧缺口，内部3合土层断裂，随时会2次坍塌。是吗？在，天宫屋安在。别光顾着傻乐，现在的神城就像一个漏风的筛子，还不到休息的时候。第一，立刻组织赤脚的青壮降兵，把护城沟里的尸体全部清理出来，在下风口挖深坑集中焚烧，深埋时必须撒上厚厚的生石灰。一旦爆发疫病，我们没被野兽咬死，也会被细菌拉着陪葬。第二，带上你的人去把右侧崩塌的城墙基石重新加固，用生石灰和粘土按最高强度的比例混合，封堵所有裂缝。城墙是我们在荒原立足的根，一丝一毫的隐患都不能留。是，俺这就去办。谁敢在这时候偷懒，俺一斧头劈了他。清水、粮仓、城墙、制度，真正的文明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兽骨风铃阵只会被10里内大量狂暴气血触发。说兽潮退了，他本该沉寂，这不是正常反应。公主万岁！怎么回事？兽群不是已经退散了吗？难道兽王没死透，还是有第2波黑潮？没有红色热源群，原本该升温的地热能量网变成了深蓝色。这不可能！现在才刚刚入秋，北风不该带来这种白霜。百灾寒潮，本该3年后才来的百灾，被黑潮兽王提前引爆了。逃？往哪儿逃？离开城墙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所有人，立刻停止一切庆祝，把所有的水膏搬进室内，把所有的火坑点燃。那风铃不是在为野兽预警，那是北风送来的战书。白遭寒潮提前降临了，从现在起，神城进入90天倒计时。我不管老天爷要冻死多少人，只要在这座城里，老子就绝不让他带走1条命。提起，全军上墙，弩车向前！锁定峡谷口，等武主判断。没有兽潮热源，是人。惨，太惨
城上的人听着，我们是鹿角族的残部，我们在北方的领地遭遇了血地受潮，祖文战死，图腾崩裂。我们顺着地上的脚印，在风雪里走了3天3夜，才逃到这里。听说这里有一座天宫神城，听说这里的巫不会把幼娃献祭给荒神，听说这里有干净的水，又能挡住野兽的墙。我们的大人可以不吃饭，可以冻死在外面，求求你们收留我们的幼崽，哪怕给你们当最下贱的奴隶，只要让他们活下去。求求神城收留，救救孩子吧！30天前，他们也曾这样绝望等死。要不先把孩子放进来？不许动！我们不能开门。您不要忘了，白在寒潮提前了，只剩下不到90天。我们城里的烟熏肉和银烟是按现有的人口死死卡着量算出来的。如果再收留这500张嘴，而且还有那么多无法打猎的商人和幼崽，我们的粮仓绝对撑不过这个冬天。为了保住神城的根基，为了我们自己能活下去，这个门绝不能开。大荒从来没有救世主，这小子要是敢开门，这座城就算不被冻死，也会被这帮恶狼吃垮。救救孩子吧！救救孩子吧！求求神城收留！这个门绝不能开！大荒从来没有救世主，救别人还是保自己？如果当初我也只算粮食和风险，如果建一座城只是为了像野兽一样苟延残喘，那我和赤骨王和救神殿又有什么区别？石亮，你算过粮仓的消耗，算过白灾的严寒，但你这颗大荒的脑子永远算漏了一样东西。在你的眼里，他们是500张只会消耗粮食的嘴，但在我的眼里，他们是500个能把这座神城的防御力再往上翻1倍的顶级劳动力。90天内，我们需要挖深达10米的地下恒温储粮窖。我们现时建造能容纳上千人取暖的公共火炕屋。我们需要开采大量煤炭和木材。我们需要把外城墙的厚度再夯实2米。凭城里现在的这几百个劳动力，就算把你们全类吐血，也绝对不可能在90天内完工。我天宫神城不当悲天怜人的救世主，但也绝不当见死不救的懦夫。想要在这场绝户的大灾里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绝对的秩序，把所有能用的双手全部整合到这座战争机器里。师猛，给我开侧门，放下吊桥。谢巫主恩典，谢神城救命之恩。我可以给你们生路，但在踏上这座吊桥之前，你们必须明白一件事：我天宫神城不是收容废物的善堂，也不养跪在地上的奴隶。入我神城者，必须遵守天宫3律。第一，登记造册，所有人按族群、年龄特强，在城门内向户籍官报备。谁擅长挖土，谁擅长伐木，谁会缝制兽皮，给我交代的清清楚楚。隐瞒不报者，逐出神城。第二，以工代赈，除了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、重伤员和幼崽，任何人想从我的粮仓里拿走1口肉，喝走1口热水，就必须用你们的双手去干活。多劳多得，不劳者死。第三，严禁私斗。进了这座城，不管你们以前在荒原上是死敌还是世交，在这堵墙内，杀人者偿命，寻衅者断手。唯一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。没有神谕，没有献祭，没有任人宰割的奴隶契约。这套规矩简单粗暴，
却透着一种无法反驳的公平。鹿角族愿守神城律法，愿为天宫乌流干最后一滴汗水。入城，简易，分粮，干活。简易，分粮，能动的去登记干活。旧人没有拖垮城门，反而变成了秩序。这个男人想要的，根本不是当一个部落的首领，他是要在这片荒原上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度。第一批已经到了，大荒的洗牌正式开始了。距离鹿角族500难民入城已经过去了整整5天，在以工代赈、不劳者死的天宫3律驱使下，神城展现出大荒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执行力。快，把这筐冻土拉上去！再来一筐，别停！为了换取那一口能救命的热汤，他们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潜能。在即将到来的极寒白灾中，地表建筑根本挡不住能冻裂骨头的严寒，只有依靠地底恒温层，才能保证清水不连缸冻裂，腌菜和肉类不变成石头。神教的底部必须突破冻土层，还要再往下挖2米。三合土搅拌不要停！蛇之会不够了，去天武房找桑葚主管催。抓贼，打死他！他偷了肉仓的盐腌肉。站住！站住！他还护着肉。混账东西，死到临头还敢吃！白灾前，粮食就是命。偷粮就是偷全城人的命，神城不养贼，偷肉矿死罪！让开，让我看看，是雨鸦族的人。雨鸦族，那群荒原红虫。雨鸦族没有强悍体魄，战斗力低下，却长着翅膀，速度极快。在各族眼中，雨鸦族就是荒原上的蝗虫，人人喊打的小偷。打死他！雨鸦族都是贼，严惩偷粮贼，按天宫律法把他押起来。神城不养贼，神城的贼交给巫族神。都退后，等巫主定规矩。住手！叫什么名字？灰鸦。为什么要偷？我妹妹在城外10里的破庙里快冻死了，她发着高烧，如果再吃不上一口肉，喝不上一口盐水，她熬不过今晚。偷就是偷，别拿弱小当借口。神城有规矩，只要你肯干活，就能换到热汤和肉。你既然有着力气翻越肉仓的栅栏，为什么不在城门口登记做工？做工？我去了好几个部落求他们收留我干活，结果呢？他们只要看起我背后的翅膀，就直接用长矛把我赶出去。你们神城口口声声说收留难民，难道你们会要一个名声早就烂透了的贼吗？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天宫3律定得清清楚楚，铁律如山。在严冬面前，粮食的规矩绝不能破。如果不重罚他，以后城里几千人，人人都拿苦衷当理由，神城的秩序就彻底崩了。按规矩，必须拘押候审，停掉分配，重罚立威。在许烟的世界中，地上的灰鸦不再是一个肮脏的小偷，骨骼密度极低，中空蜂窝状结构，重量只有同等体型人类的30%，风速流体感知极度敏锐，视觉系统异常，动态视力和远视距调节能力极强。神城有城墙，有弩车，可暴雪一旦封山，地面的探后根本走不出去，预警塔也只是被动防御，制空权、高空视野，
这才是神城最缺的战略资源。眼前这个被所有人喊打的羽鸦族少年，就是上天送给神城的活体雷达。那是救命的。实验首领说的对，偷东西在神城是重罪，罪不能免，罚也不能轻。但是我这人从来不干赔本的买卖，砍掉你的一只手，对神城来说，除了一趟烂血和一具没用的尸体，没有任何工程学上的收益。你不是说没人愿意用你干活吗？今天老子就给你一份活干。看到那座塔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灰鸦就是我天宫神城第1任高空侦察兵。你的这双翅膀和眼睛不再是用来偷鸡摸狗的烂工具，我要你每天飞上云层，给我死死盯着北方，哪里有兽群集结，哪里有暴风雪过境，你要比城里的所有人都先看到。听懂了吗？灰鸦，干还是不干？只要有价值，哪怕是贼，也能成为神城的利刃。第1任高空侦察兵，我也是有用的吗？我干！只要能救我妹妹，我回衙的这条命，这双翅膀，以后就是无主的。您让我看哪儿，我就看哪儿。桑枝，带他去洗干净，拿2块最好的熏肉给他，派1队人去城外，把他妹妹接进医棚，让陆宁用最好的药。吃饱之后，立刻给我飞上去。白哉的先头部队随时可能逼近，我要神城的头顶永远悬着一双眼睛。我不是趴在泥地上的蝼蚁了，我是神城的天空之眼。北方，屋主让我死死盯着北方。那不是雪。成千上万，他们全在往南跑。那不是普通兽潮，是被白哉赶鸭子一样驱赶的生态崩塌。凛冬已至，传令全城，击剑加速，准备迎敌。风石镇，不是逃难队，他们浑身都是狂暴气血，像在巡视领地，速度好快，是白狼族。在大荒，白狼族是出了名的掠夺者和强战种族，他们信奉绝对力量，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。必须马上通知神城。所有人立刻停止登记，退到护城沟2侧。天宫军结阵。这就是传闻中那个不杀幼崽、有吃有喝的天宫神城。墙倒是修得挺高，可惜守门的却是一群连图腾都没有完全觉醒的废物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银狐族那个只会带着族人东躲年藏的小狐狸月流吗？你们银狐族以前被我们白狼族抢得连过冬的粮食都不剩，现在居然在这座破城里当起看门狗了。双牙，这里是天宫神城，不是你白狼族撒野的猎场。想进城避难可以，下狼缴械，在城门处登记人数和特长，按天宫3律，以劳碌换取食物。你说什么？月里，你是不是在这个破地方待傻了？大荒的规矩
永远是强者吃肉，弱者让路。我们白狼族虽然被黑潮冲散了领地，但我们依然是这片荒原上最锋利的刀。能让我们白狼族入住，是这座城的荣幸。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天宫屋，应该亲自滚出来，把最好的肉和最暖和的屋子双手奉上。现在立刻给本少主把路让开，谁敢挡路，我就把谁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。神城规矩，不守者滚！找死！给我冲过去，踏平这群不长眼的废物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兄弟们，天宫巫教的乌龟壳，今天终于能开张了！给俺起阵！这不是大荒传统木板防具，这是许燕结合古代方阵和现代力学，专门为高强度冲击设计的天宫盾阵。这怎么可能？再次！混蛋！给我破开那个王八蹄子！啊！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天宫巫？怎么不敢下来跟我1对1单挑？只会躲在城墙上用这种阴险瓦器暗算吗？算什么大荒勇士？单挑？大荒的规矩确实是强者为尊，但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。在这座城里，老子的城墙比你的骨头硬，老子的弩车比你的刀快，这就是老子的力量。现在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下狼，放下武器，去城门口排队登记。或者带着你那可笑的骄傲，站着死在我的弩车之下。少主，我们冲不过去的，那是能杀6阶兽王的武器啊！虚燕的话，狠狠砸碎了双牙20多年来建立的弱肉强食世界观。白狼族愿缴械，我们排队登记。岳离，给他们造册。列队造册。坐狼统一关入兽棚集中管理。既然他们白狼族精力胖碰，那从今天起，内城地下储粮窖最底层的坚冰层就由他们负责开凿。一天挖不出定量的冰土，一天不准发肉汤。是。凭借强悍体魄，白狼族爆发出了惊人的击剑效率。
随着牛角族、羽鸦族、白狼族以及零星流亡者涌入，鹿鸣城人口迎来爆炸式增长。混蛋！你们白龙族凭什么抢我们牛角族的石灰推车？抢！大皇上谁的力气大，东西就是谁的。你们这群食草的软骨头，也配用最好的推车？大荒千百年来的族群歧视与血仇，正在这面狭小城墙内激烈碰撞。都给俺住手！想尝尝天宫律法吗？有人！俺能看凶兽，看不了几千人的旧仇。多族矛盾失控规划来的小怪兽，许燕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城里现在有5个不同族群，几千人，每天因为抢工具、抢火炕位置，甚至因为一个眼神爆发的冲突就有几10起。天宫3律只能管生死，管不了人心，再不解决。白曹还没来，我们在内部就先打起来了。你说的对，靠石猛的斧头压不住几千人的世仇。一座城旁的建立，修墙容易，定心难。传令下去，停下内城广场的铺砖工程，把所有上好铁木全部集中到这里。我要建一座多族议事厅。从这一刻起，神城不止修墙，也开始修规矩。大荒的规矩是用拳头说话，重塑灾荒秩序。那我就给他们立一个用嘴说话的规矩，告诉各族首领，以后所有的矛盾、物资分配、恩怨纠纷，都在议事厅的圆桌上解决。每个族群不论强弱，只要在神城流了汗，就有资格派代表坐上那张桌子。谁敢在桌子下面动刀子，我就让他在整个荒原上除名。从这一刻起，许岩不仅是在建一座城，他是在亲手重塑整个大荒的文明法则。与此同时，距离鹿鸣城数百里之外，北方深处，荒原王庭也被白糟阴影笼罩。神奇已至，王的意志不可违。她本是青鸾族的圣女，部落被赤骨王吞并后，她为了保护残存的族人，被迫成为了这笼中之女。怎么了，多多？是不是哪里冷？母妃，我今天听到神殿的那些黑袍祭司和父王说话了。他们说白哉是兽神发怒了，因为外面的雪太大了。神职者说，寻常之人并不够用，需要最为尊贵的王族血脉才能安抚巨兽。母妃，他们是打算将我送入圣火之中，是吗？别瞎说，有母妃在，谁也不能动你。在赤骨王和兽神殿统治的旧世界里，弱者只是消耗品。他明白，哪怕是王庭血脉，也可能成为权力交易的筹码。母妃，我听外面的奴隶守卫偷偷说，他们说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有一座叫天宫神城的地方，那里的墙比山还高，那里有吃不完的热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说那个叫天宫屋的大人从来不把小孩扔进火里喂兽神。母妃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用献祭小孩子也能平安长大的地方吗？
母妃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，但如果有，母妃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把你送过去。这座建立在远古巨兽骨架之上的庞大营地，代表着大荒最巅峰的暴力与强权。你是说，南边那片原本连鸟都不拉屎的废土上，凭空冒出了一座城？回大王，千真万确，那座城叫天宫神城。城墙有5米多高，全是灰白色石头夯得死死的，连8阶凶兽都撞不开。他们城里有吃不完的精盐，永远不会腐烂的熏肉，还有一种不用图腾之力就能射杀巨兽的恐怖大弩。最邪门的是那个自称天宫巫的首领，他不仅不献祭幼崽，还四处收容流亡的弱族。现在鹿角、白狼、银狐好几个族群的残部都投靠了他，城里的人口已经快过3000了。人口快过3000。有城墙，有粮仓，有岩窖，还有弩车。老子养着王庭这几万人，每天为了粮食愁得要杀人。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野巫，居然建起了一座宝库。大王，此人不可留。那个天宫巫公然宣扬不需要献祭，这是对兽神最大的亵渎。如果不把这座所谓神城烧成灰屑，把伪巫绑在火刑柱上祭天，王庭都会受到诅咒。闭嘴！你这装神弄鬼的老狗！老子能坐稳这王庭，靠的是手里的刀，不是你们神殿嘴里的神谕。那座城烧了多可惜！铁兰在。带上你的铁松先锋营，立刻南下，给我把那座天宫神城围了。告诉那个天宫巫，交出造墙的图纸、所有粮仓钥匙、弩车制造法，再把他们那个管事的狐族女人送来王庭当人质。我可以开恩，让他们成为王庭的附庸。如果不交呢？那就屠了城，把所有男人杀光，女人和工匠用铁链拴着拖回王庭。大荒的规矩，好东西只能归真正的强者所有。铁兰领命。铁兰没有任何废话，转身大步走出了火盆炽热的古帐，消失在漫天风雪中。大荒的温度正在以一种违背自然常理的速度疯狂暴跌。屋主，挖不动了，地太硬了，族人们连着干了2天2夜，手都烂了。但地下储粮窖才挖了不到3米，昨晚城北的帐篷区有5个伤员没熬过去，活活冻死了。寒冷正在无情地收割着神城脆弱的生命线，零下30多度，体能流失速度是常温下的5倍。如果再这样强行施工，神窖还没挖出来，城里的人就要先死绝了。神法，这是神法，是兽神的诅咒。那个天宫巫亵渎了兽神，阻断了活体献祭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冻成冰雕。只有重新向神明献上祭品，才能平息神怒。兽神息怒，别再强宰了！离开妖城，重新求神，才有活路。雪，人心快散了。旧神殿的探子在煽动恐慌，如果不能立刻解决取暖问题，等不到王庭的人来，我们自己就先崩溃了。神法，神法可笑。在落后的文明里，战胜迷信的唯一武器，就是超出他们认知极限的物理奇迹。停下所有露天挖掘工作！把地寒族的工兵大队给我调过来，放弃深挖粮窖，全部转移到城西那3座新建好的大通铺去。
之梦，把库房里囤积的所有干柴和昨天刚开采出来的黑石全部拉过去。是。桑稚，把那些用泥巴和石灰砌好的排烟管道给我接死，一丝烟都不能漏进屋里。好。那些大通铺虽然有屋顶，可里面就是黄泥垒的长条土台子，连张兽皮垫子都没有，睡在上面比睡在冰上还冷啊！冷不冷，老子说了算。半个时辰后，把全城所有老人、幼崽和冻伤的病人全部给我塞进那3座土屋里。看吧，天宫屋已经疯了。他不仅救不了我们，还要把我们关在土屋里活活冻死。这就是违背兽神的下场。是不是找死？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点火！让所有人进去。哇，好暖和。这是热的，这是热的。整个屋子的温度在短短1炷香内，从零下升到了有如初夏般的温暖。活过来了，我的手能动了。神罚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是你们求的兽神给了你们温暖，还是老子用泥巴砌出来的火炕救了你们的命？在天宫神城，神不给你们的，老子自己造！谁再敢在城里散播一句神罚的废话，我就把他扒光了，绑在城墙上，让他去问问兽神冷不冷。人心在这一刻不仅被稳住了，更被许燕那犹如神明造物般的工程学死死焊在了一起。王庭的狗鼻子倒是挺灵，刚把炕烧热，他们就来送死了。天宫军上城墙！绞盘拉满！准备迎客。这哪里是什么流亡部落的破落营地？
大王的情报有误，这根本不是野巫营地，而是一座战争要塞。城上的人听着，我乃荒原王庭先锋大将铁兰，奉赤骨王之命前来接管这座营地。让你们那个什么天宫屋滚出来答话，交出造墙的图纸、粮仓的钥匙和弩车，再把你们管事的狐族女人送去王庭做人质。赤骨王可以开恩，赐予你们成为王庭附庸的荣耀，否则大军压境，城破之日，鸡犬不留，送去王庭做人质。王庭要把神城变附庸，保护将军！这等射程和威力，别说他们身上的铠甲，就算八阶凶兽来了，也会被瞬间洞穿。回去告诉赤骨王，我天宫神城不收奴隶，也不给人当狗。他要是眼馋我的城，就让他亲自带着脑袋来换。现在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弩车的射程。再往前踏出半步，这根箭就会钉在你的喉咙上。天宫屋，你狂妄不了多久的。等王庭主力一到，我看你拿什么挡！全军撤退，后撤10里安营抓寨，等待大王主力。外敌暂时退了，但神城内部的野患却在极端天气高强度劳动下，开始像毒疮一样溃烂。不干了，老子实在挖不动了，这地冻得比石头还硬，连着挖了6天，死了多少人？现在连王庭的大军都压过来了，我们还要挖这种没用的深坑，这不是等死吗？是啊，为什么还要挖？这根本就不是白灾！我爷爷活了60岁，他说大荒的白灾30年才一次，明明还有3年才到，这只不过是一场早来的秋雪罢了。那个天宫屋根本就是在骗我们，他制造白灾恐慌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当免费的奴隶，让我们没日没夜给他造成，最后活活累死。反了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要休息。都给俺闭嘴！拿起你们的铲子！让他们停下。工程管理中，当施工队对图纸产生根本性怀疑时，靠鞭子是没用的。问题的根源不是懒惰，而是信任的断裂。必须拿出绝对的数据。你说，这不是白灾？对，这只是普通的风雪，你是在制造恐慌，奴役我们。石猛、双牙，带上你们手底下最精锐的10个兄弟。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什么叫生态圈崩塌的自然科学课。就在这里，往下挖。挖不动了，地脉冻死了。生火，把土烤软，继续挖。我要你们挖到3米深。足足耗费2个时辰，在烤化无数次土层后，一个深达3米的大坑终于成型。停！
那是什么？这是钻地红舞。没错，钻地红乌，大荒最低阶的节肢动物。普通冬天，它们只需要钻到地下半米，就能安全越冬。但现在，它们拼了命的钻到了地下3米。他们在逃避地表即将到来的绝对零度。你们以为他们是在躲秋雪吗？那是玄冰鸟。玄冰鸟是最喜欢严寒的神鸟，它们从来不会离开极北之地，它们怎么会往南边逃？因为极北之地已经没有活物了。黑潮兽王的提前苏醒，彻底撕裂了北方的地热层。这不是一场提前的雪，还有最多70天。地表上一切没有被放进恒温窖里的食物都会变成石头，所有没有火炕的屋子都会变成死亡冰屋。现在，还有谁觉得老子是在奴役你们？他终于明白，这个男人不是在建一座城，他是在与天地抢命。白狼族，愿听屋主差遣，死战不退。鹿角族誓死追随天宫屋。当生存的恐惧被彻底点燃，他们将化身为最恐怖的击剑狂谋。还有谁觉得奴役？该死的伪巫，竟然能看破天象！本想借他们的怨气从内部撕开这座城，没想到反倒让那个伪巫把全城的心拧成了一股绳。既然恐吓不了你们，那本祭司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罚。他们不是自诩干净吗？盯住外城那口过滤饮水的主井。我要让这座自诩干净的神城变成一座瘟疫的炼狱。昨晚总算睡暖了。快些，劳工营那边等着煮粥。快些，劳工营那边等着煮粥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这水怎么感觉有点浑？后面还等着打水呢。快点，都给我等着水！阿古，你怎么了？他也倒了，那边也有人不对。是神罚，兽神的诅咒降临了。
大家看啊，这就是追随伪巫的下场。伪巫是神明，天宫巫违背祖宗的规矩，不献祭幼崽，惹怒了天上的神明。神明降下瘟疫，让我们的水变成了毒水。兽神息怒，再待在这座妖城里，我们全都会浑身烂透而死。住口！谁在妖焰火中？让开！退后！谁都不准碰这口井！巫主来了！巫主来了！陆宁，白鹿一族的传人，也是大荒中极少数懂得使用草药的医者。入城后，他被许燕直接任命为神城医棚负责人。巫主，这水有古怪，喝了的人全倒了。伪巫来了，大家不要怕他，他骗了我们，这是兽神降下的瘟疫。他的泥巴墙挡得住野兽，挡得住无形的瘟疫吗？自不量力。什么狗屁瘟疫？源头在井底，不是自然变异，是人工做出来的粗劣东西。神罚？兽神如果就这点下毒的本事，那他也配叫神？陆宁，用你的银药草测一测这水里的神气。草黑了！这不是瘟疫，瘟疫发作需要时间，也绝不会让银叶草瞬间发黑。这是人为污染。投毒是人干的！胡说八道！你们这是在亵渎神明！谁能在神城里投毒？谁有那么大本事，能在神城眼皮子底下做手脚？这分明是你们为了掩盖神罚编造的谎言！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屋主，俺在。石猛，准备兽皮、木炭、细沙、陶锅和火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见所谓神罚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让开一拳！看清楚，所谓神罚，就先从这里过一遍。颜色淡了，但还不干净。神罚能被炭沙挡住？还没完，大火烧开，熬干它。是。火再大点儿。够了。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高温剔除后的污染残渣。瘟疫能被煮成粉末吗？神罚能被木炭过滤出来吗？这不可能！骗我们！石萌，给我拿下他，搜身！你们敢！他身上也有人赃并获！
这是把政治糊涂了！是他干的！别杀我！我都说是黑羽大祭司，是神殿派我来的。他们说这座城不敬兽神，只要制造瘟疫的假象，就能让所有人逃出城去。神殿居然想害死我们所有人，我们把他们当神，他们把我们当草。去他妈的兽神！把人押下去，政务封存。封锁所有水井，逐口清理。屋主，不对劲！怎么了？走。毒，不对，毒变异了。昨晚的极度深寒改变了毒里的病史。说清楚。刚才立刻发作的人，是因为今天早上那一口水最重，可是昨天下午水里就已经出事了。现在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毒，而是会在人群里扩散的肺热疫病。他们昨天都喝过水。千算万算，漏了极寒催化，不能让他们散。在这个没有药的世界，一场真正疫病，比10个赤骨王还可怕！全城戒严！外城封锁，所有咳嗽发热的人全部就地控制。石猛，带人戴上厚兽皮口罩，把城西未完工的火炕大屋清出来，建立强制隔离区。陆宁，烧开水。退后，不准取水。所有水都要烧开后再统一分配。从现在起，全城任何人不准喝一口生水。让我过去，我家人在里面。退回县内，退回县内，不准随意走动，所有人按区域站住。想活就别乱跑。谁敢冲卡乱跑，把疫病带进内城，老子直接用弩车射击！按屋主命令分队，先把咳嗽最重的分出来。一个一个进去。大荒的死神这一次没有带刀剑，而是带着无形的疫病推开了天宫神城的大门。快，用草木灰覆盖它的藤叶，然后用蛇石灰把这块地砖彻底盖住，任何人都不能踩踏。屋主有令，隔离区100步之内列为禁地。把他们关在这么热的土屋里，那是把他们的灵魂锁在炼狱里烤啊！我儿子身上都热得发烫了，怎么还能睡在火炕上？让开！吹风洗礼，你是嫌他们死得不够快，还是嫌这满城的几千人命太长？寒风洗礼，净化一切。肺热病人再出去吹零下几10度寒风，不是退热，是找死。肺泡一冻裂，大出血，神仙来了也救不活。脉息平稳了，过了3天了，终于。许愿，林新增
天宫屋挡住了死神！去他妈的兽神诅咒！天宫屋才是我们真正的神！干得不错，你现在算是一个合格的医馆馆长了。如果不是屋主坚持用火炕维持温度，我的草药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白灾倒计时还在走，外城墙的加高工程一刻都不能停。许言，疫病虽然压下去了，但城北的劳工营出事了，白狼族和银狐族打起来了，不是普通的斗殴，是动了刀子。原因？双牙炸了。他说白狼族出力最多，可兽皮先给了守塔巡墙的银狐斥候，他认定银狐族卡白狼的命，他还骂银狐族是弱族，还打伤了拦路的银狐老人。去议事厅，今天老子就教教他。什么叫规矩之下万族平等？双牙，你觉得月罗不给你铁背兽的皮甲是在公报私仇？难道不是吗？铁背兽皮最厚最不透风，我们白狼族在地下10米的冰窖里砸冰，是全城最冷最苦的活，凭什么分不到最厚的皮甲？双牙，你知道你今天要是真把那批铁背兽皮抢走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当然不会挨冻。一旦你们停工或者换班走上地面，零下几10度的寒风会在瞬间抽干衣服表面的温度，你们贴在皮肤上的汗会立刻结成冰。那件你拼命要抢的厚重皮甲，不是保命，是冰棺材。银狐族和雨鸦族趁袭，要在御景塔和外墙迎风站岗，长时间不能乱动，才是真正保命的装备。所以月落把铁背兽皮分给银狐和雨鸦吃小，灰狼皮分给谁？不是私仇，是最合理的保命调配。现在，你还要抢那批皮甲，去谋杀你的族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弟媳，救神裁决武士借着暴风雪摸到外城墙下，已经在城外架起火梯。议事结束，全城拉响最高警报！双牙、石萌，带上武器，随我上墙迎敌！爬上去，见人就杀，鸡犬不留。什么？神殿的狗爬得够辛苦的。清场。为了众神，死战不退。第2道防线，火油阵。放箭。九阶玄冰兽铠甲。双牙，戴罪立功的机会给你了。神殿的杂碎，给老子滚下去！痛快！再来！许燕，你这渡神的异端！兽神之怒，王者苏醒！那是什么怪物？装神弄鬼，失去了肌肉弹性和气血支撑，这种破铜烂铁也配叫工程兽？给老子破！弩车大队，全工况满载，给我瞄准那个拿骨头棍子的老神棍！许愿，你等着！屋主，那老狗跑不远，俺也去追，砍了他的脑袋！不用追了，杀一条丧家之犬没有意义，留着他那条命，让他去王庭给赤骨报信，传令下去，打扫战场。明天一早，全面启动东城扩建。老废物，
带了几百个精锐，连一座土城都没爬上去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大王，这不是普通的战败，这是兽神发怒的征兆。白哉乱象，族心不稳，唯有最高规格王血仪式，方能安定人心。最小公主朵朵，你再敢把朵朵推向神台，我便让你再也开不了口。赤灵，收刀。若能稳住王庭，安定族心，舍一女，不足为惜。父王，大王，且慢。天宫神城虚实难测，铁蓝先锋失利，大祭司身负重伤。此刻贸然祭天起兵，一旦战事僵直，王庭粮草撑不过即将到来的白霜。我去。好，就给你3天。若3日内你未能带回降书与图纸，朵朵便要登上祭神台。谢大王。他自己转起来了。少见多怪，这叫水力势能转化。报，北方发现队伍，打着荒原王庭使者的旗号，领头的是个女人。开侧门，让他们进来。姓名、部落、人数。拿着牌子去3号火炭屋领你的热粥和熏肉。这怎么可能？不用献祭，也能这样活下去。不用神明赐福，不用流血献祭，这就是天宫神城的力量。看够了吗？你就是王庭的使者，想要图纸、弩车，还有粮仓钥匙。我叫清渊，是王庭的王妃，我不是来劝降的，我是来求您救命的。我不是赤骨王的人。明天正午，旧神殿会带走朵朵，兵力、粮道、神殿入口都在这儿。救他，王庭核心情报归你。人可以救，但从现在起，你是神城在王庭的眼睛。粮道一断，王庭必乱。石猛，双牙，在，属下在。挑50个你手底下最快、最悍不畏死的白狼骑兵，每人带足3天的肉干和极寒火油。天黑之前出发，连夜强行军突袭王庭。你负责高空导航，避开王庭的外围主力巡逻队，直接把白狼骑兵引到祭神台。我要你们在明天正午点火的那一刻，把那个小女孩连同旧神殿这帮神棍的脸皮感动我天宫神城的人，老子就去拆了他的祭坛。白狼族领命，带不回小公主，我双牙提头来见。神明的火，在天宫神城的科学灭火器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是。挡我者死！他们合围了，兄弟们，点火！冲！人救到了，撤！铁兰，给我追！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座城，不需要牺牲弱者也能活下去。风雪彻底封锁了天宫神城。昨夜战利品清点完毕，朵朵已经在医馆醒来，赤炼已经开始清洗先锋营里那些死忠于赤骨王的亲信。意料之中。这是双岩交出的白狼族族长印信，从今天起，白狼族正归入天宫军常备骑兵。让他明天带人配合铁红族去开采城北矿脉。既然入了边，就别想吃白饭。天宫叔叔，过来。你会把朵朵送回去吗？朵朵在王庭就是祭品。这里没有兽神，也没有祭坛，只要你站在天宫神城里，谁也没资格决定你该死。别说赤骨王，就算是天上的神想带走你，也得先问问老子这几万根弩弹同不同意。那母妃呢？你母妃
正在做这片荒原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人没救回来，还折了500精锐。天宫神城有连射弩车、瞬间炸烈火的怪物武器，白狼骑兵拼死冲阵，先锋根本无法近身。一群废物！大王，议和失败了，天宫根本不是人，他们把使者团全抓了，还扬言，您只要敢踏入神城100里之内，就要把王庭粮仓加成火就做了。传王令，所有附庸所有兵力，3天内全线集结，放弃王庭，全军南下。赤骨王已经上钩了。双牙，告诉铁林，把他那3万大军给我往黑水河的断崖里狠狠地赶。